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境？你的网站不是没有流量，明明有流量，但你却还是赚不到钱。你的 IG 有人看，网站也有人进来，影片也有一些互动，但是最后却没有人询问，没有商机，也不会有成交。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，是不是我的产品不够好？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适合创业？说真的，在创业的前3年，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困境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创业跟努不努力完全没有关系。是从头到尾你还没有参透做生意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，所以你还没有成功。确实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有流量就会有业绩，但其实流量跟业绩是2个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给大家听，流量呢就等于是有人经过到你的店门口，业绩是有人走进来并且掏钱买单让你赚到钱，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你今天可以把你的店开在一个超热闹的街道，但是如果客户进来3秒钟，他不知道你在卖什么，他就离开了，你赚不到他的钱。在数位时代的店面其实就是你的网站，而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说把网站做好这样的陈腔滥调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这么做。6年前我创业的时候呢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网站，公司的流量到达了每个月2到3千，按理说应该要有非常多的询问才对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当时我就一直在想，问题卡在哪里？因为这2000个人进到我的网站，他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停留了3分钟以后没有下一步，他就默默的离开了。我后来发现，真的会帮公司赚钱的网站，并不是设计的很漂亮、很 fancy 的网站，而是最像超级业务员的网站。因为一个好的业务，他会知道客户现在在想什么，他卡在哪里，他下一步会需要什么。而你的网站其实也应该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。在我接触了超过200家企业以后，我发现真正厉害的公司，他们看的根本不是流量，而是这些人进来网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就像他的网站装了监视器，他的客户停留在哪边，在哪一个页面看了很久，最后为什么没有买单？但大部分的老板只关心我这个月有多少流量，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这3个数字。第一个，每个月有多少人留下资料；第二个，每个月有多少人来询问；第3个，这些询问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成交。因为做生意并不是在比谁的流量比较高，比的是谁更能把这些流量变成营收。我觉得每一个创业者都一定要懂的2个数字。第一个数字是 CAC 获客成本，就是获得一个客户你需要花多少钱。第2个数字是 LTV 客户的终身价值，也就是这个客户能够让你赚多少钱。很多公司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网站一直在漏水，这些人进来了却没有办法把他们接住，所以当你的广告越打越多，其实你会越亏越多钱，因为你的获客成本会不断的提高。但如果你今天网站的转换率提高了，从1%变成5%，那你整个商业模式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赚钱的公司每天想的不是怎么增加流量，而是怎么样不要浪费已经进到网站的这些流量。第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把公司的联络我们换成高价值的诱饵，也就是一个 hook。比如说取得报价改成免费取得3D 的展场模拟图，提供具体的结果，客户才会主动的留下资料。第2个你可以做的事情，在 call to action 旁边放上你的 social proof 或是 testimonial 这样的大众评价，让客户在需要决定的那一刻可以看见别人其实也做了一样的决定。第3个，你需要打造一个无脑的动线与按钮。简单来讲，你必须要把你的 call to action 设计的又大又醒目，甚至于你可以做这种悬浮式的按钮，让客户不管他 scroll 到页面的哪一个部分，都可以直接点击这样的按钮。那针对一些还没有准备好的客户，你可以提供一个所谓的次要的 call to action， 比如说可以提供你的电子书、产品型录、SEO 诊断，或者是一些折扣码给他，让他可以留下他的 email， 先接住这些客户，之后再慢慢的做培育。之前我协助过一个客户，他当时问我说：“Yvonne，我的
广告是不是没有效了？我的自然流量是不是也没有用了？为什么我的公司的营收还是都没有办法增长？当我进去诊断以后，发现它的问题其实是页面的表单太长，手机版让客户很难操作，以及它的 call to action 非常的不明显，案例页面没有办法给客户带来信任。那综合以上的这些问题呢，其实我并没有做网站的改版，我只是重新的整理了这些页面，把网页的动线、表单的长度缩短，建立一些引导表单填写的流程，它的表单的提交率就增加了5倍。我在帮客户做服务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其实很多公司并不是没有商机的机会，而是他们每天都在错过这些重要的商机。创业到今天，我真的很认同一句话，就是你能让你的客户留下来，并且从每个客户身上赚到更多的钱，那你就赢了。这就是商业逻辑，因为这代表了你可以比你的竞争对手砸更多的钱来取得客户，而这样的循环就是你的制胜方程式。你会开始知道什么流量会成交，什么内容对你的客户来讲更有效，什么客人更值得经营，因为他更有机会会跟你买东西。这时候你在投放广告，你会越投越轻松，因为你不是在赌，你在放大一个会赚钱的系统。所以说真的，创业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没有人跟你讲这个游戏的制胜方程式。所以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情，我希望的是你可以打开你的网站，不要用老板的思维去看你自己的网站，试着用第一次来完全不认识你的陌生人的角度来看。进来以后，你必须要知道，第一个 who 你在帮谁解决问题，第二个 what 就是下一步你应该要做什么，第三个 why 我为什么要信任你。如果这3件事情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，那你公司的网站就依旧只是一个没有用的行路，而不是一个能够帮你赚钱的超级业务员。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影片，订阅关注我们 HubSpot 台湾的频道，你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。期待跟你分享更多的行销知识。我是以望，我们下次见。